特朗普紧急改口，暂停军援是误会，美国将全力支持乌克兰。闪电摧毁后勤大桥，俄军弃村溃逃。乌无人机产量一年暴增900%。俄腹地爆雷，叶卡捷琳堡突发2500平米大火。俄舰艇全数撤离塞瓦斯托波尔。欧洲全面备战，鹿特丹港变身北约军火枢纽。德军民狂建避难所。普京踩爆核红线，准备向伊朗提供浓缩铀。美以放话，敢重启核计划就毁灭。精彩资讯马上开始。这应该是个好消息。五角大楼突然表示，在我们伟大的特朗普总统指示下，将重新向乌克兰运输额外的防御性武器，以确保乌克兰人在美方努力取得长久和平、停止杀戮的同时，能够自我防卫。特朗普上任以来，其对乌克兰态度起伏不定。最近对乌事件就是暂停与恢复军援一事，这事也真是一波三折。美国国防部本月2日以检视全球武器库存为由，暂停了对乌克兰运送防空导弹和精准导引弹药等武器。尽管美方强调这并非针对乌克兰，但仍对前线乌军和乌克兰城市造成了沉重打击。后来《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说法称，特朗普4日在与泽连斯基通话时澄清说，自己在打击伊朗核能地的午夜之锤行动后，仅只是军方检视军火库存，没有下令终止对基辅的军援。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军方过度理解了自己的意思，怪不得泽连斯基次日发文说，这是一场富有成效的通话。之后，特朗普7日在与内塔尼亚胡会面时再度表态，美国会运送更多武器给乌克兰。当天晚间时分，就有了视频开头美国国防部的宣言，而且美国国家安全会议还表示，将在8月召开会议，讨论向乌克兰运输新武器，详细情况有待进一步披露。总之，美国对乌军援一事目前仅表示向乌克兰增派防御武器，但清单仍不清楚。不过，据 Axios 披露称，特朗普已承诺向乌克兰迅速运送10枚爱国者导弹，并支持其寻找更多补给的努力。但滞留在波兰的武器至少包括30枚爱国者导弹，超过20套毒刺防空系统、地狱火导弹，以及90多枚 AM7 空空导弹。而特朗普如今只愿意运送10枚爱国者导弹。另外，对于乌克兰出资购买美国武器的请求仍未得到回应，并回绝了德国从美国购买2套爱国者的防空系统的计划。但特朗普又要求德国再向乌克兰提供1套爱国者防空系统。这种自己不愿出力又让盟友出力的态度，给人一种想等普京表态或逼迫普京接受谈判。因为在2日暂停对乌军援后，特朗普3日先给普京打了电话，通话长达1小时，但结果并不理想。特朗普称通话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甚至睡不着觉的于4日凌晨称，他对于普京的通话感到失望。之后才有了与泽连斯基的那通电话，以及在会见内塔尼亚胡时说出普京没有尊重我，将向乌克兰运送更多防御性武器等言语。而这也是特朗普首次明确表明对俄罗斯失望，称俄罗斯不仅不停火，还对自己不尊重。在一次次被戏耍之后，特朗普是真明白还是装糊涂，就看他下一步行动了。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格雷厄姆稍后还送来助攻，称参议院将推动2党共同通过的俄罗斯制裁法案。该法案将对那些从俄罗斯购买商品并继续支持俄罗斯的国家征收5%的关税。格雷厄姆强调，是时候为特朗普的武器库增添更多工具，以结束战争了。对于特朗普和格雷厄姆的发言，俄新社7月8日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恢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决定，无助于他为实现和平解决所做的努力。同时觉得是有点把特朗普逼急了，于是表示感谢特朗普为启动俄乌之间的会谈所做的努力，称俄罗斯正等待乌克兰就新会晤可能日期提出建议。俄罗斯重复这些说辞，也是在看特朗普是否会再次重复表演。简单理解就是俄罗斯感谢特朗普的付出，但没有。后续情况如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前线方向，乌军对俄罗斯边境的行动还在持续展开。如今的乌军战机几乎天天都在库尔斯克闲逛。不久前，又一架米格29飞抵俄境内，在库里洛夫卡普萨尔河附近投掷了1枚美制 GBU-62制导炸弹，打向了俄军的一座桥梁。流出的现场画面显示，大桥周边闪烁出耀眼的火光，并伴有剧烈的爆炸声，很快则被浓厚的烟雾覆盖。据悉，这是俄军用来运输后勤物资的一座大桥，现在已经毁坏严重，断成了3节。其实这并非个例，自去年打进库尔斯克后，乌军就破坏了多座桥梁，极大地影响了俄军的补给线。此外，在过去1个月里，乌克兰空军还开展了一项无人机部队清除行动，针对俄罗斯无人机部队进行一系列的大规模打击。
据统计，截至目前，此次行动已摧毁了40多个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及其指挥部。你瞧，一枚被挂载的暴风鹰巡航导弹，上面就书写着“为基辅遇难者开火”。总之，如今的乌军战机已经可以很从容且频繁地闯入俄罗斯领空，像无人机一样发起密集的打击。当然，数量上还是无人机更多。据防务快报披露，乌克兰的无人机产量在过去1年暴增了900%，现在每年他们已经可以生产240万架。而乌军的无人机打击行动，继对莫斯科持续打击后，俄罗斯第3大城市叶卡捷琳堡也没能逃过打击，发生了大火。据开源情报报道，起火的是叶卡捷琳堡一座大型仓库。实时更新的监测数据显示，火灾面积超过了2500平方米，该仓库几乎被完全摧毁。目前大量消防人员正在紧急救援，但对起火原因，莫斯科方面尚未披露。一些俄频道则推测认为，该仓库因存放有军事物资而遭到了乌军的针对打击。除了叶卡捷琳堡外，乌军随后又攻击了俄罗斯的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紧接着就传出伊尔斯克炼油厂遇袭的消息。据乌克兰国防情报局通报称，该炼油厂年生产能力660万吨，为俄罗斯南部联邦区石油炼制行业的龙头企业。此次打击至少导致该炼油厂关键的冷却塔和蒸馏塔遭到了毁伤。现在详细的战况还不明朗，但这是近来乌军对俄能源系统发起的最新行动。就火力军而言，乌军早就该这么打了。前段时间，乌军按特朗普要求停止了对俄罗斯本土能源设施袭击，仅打击了俄方军工综合体，这是完全不够的。因为无人机战斗部所携带的弹药量有限，根本无法重创俄军工生产潜能，除非使用大当量的导弹。可乌方又没有数量足够的导弹，而打击俄能源设施则不同，若是命中，无人机也能造成大伤害，而且只有不间断打击俄方能源设施，才可以摧毁其经济命脉，使其无法持续为战争输血。这才是莫斯科最怕的，也是最致命的，才能迫使其接受谈判，结束战争。地面战斗中，乌跨境打击升级。据 RBC 新闻披露的前线视频显示，在库尔斯克苏美地区，一支乌军特种小队正在对俄罗斯边境发起突袭，目标直指对方的阵地。尽管天气状况恶劣，但乌军还是成功在俄军的后方完成了行动，且在缴获装备后返回了本国境内。加上乌克兰空军的频繁出击，从地图上看，过去48个小时，乌军已将灰色区域重新拓展到了苏贾南部地区，且苏美俄军主力为了避免被包围，已经开始从占领的几个村庄撤离。其中上期提到的金德拉蒂夫卡和奥列克西耶夫村，其内俄军已完全撤离。乌军目前重新控制了这些据点，并试图切断了 C-191-502 诺沃米克奥迪亚夫卡至沃尔迪缅夫里夫卡公路沿线的俄地面交通线，阻止俄军逃跑。为此，一名俄军事博主称，俄司令部已将俄军第40海军步兵旅部署到金德拉蒂夫卡进行阻击，以协助从定居点俄军撤退。目前俄军正且战且退中。哈尔科夫方向，俄军连续3天在沃夫昌斯克、泽莱涅方向用炮兵掩护步兵突击，但始终未能撼动乌军防线。卢甘斯克方向，俄军对库皮扬斯克和莱曼发起了多轮小规模机械化进攻，但均被乌军第3亚速军击退。有意思的是，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占领了索波利夫卡，但一小点独立证据都拿不出来。托列茨克方向，俄军利用高强度炮击加无人机向乌军阵地持续施压，乌军则凭借顽强的防守和 FPV 无人机精准猎杀俄军摩托步兵，使其防线稳固。如7日前后，俄军的3辆装甲车在摩托车队的加持下，从米罗留比夫卡向新经济城一带发起冲锋。乌军无人机部队则利用 FPV 定点清除了这3辆战车，同时用火炮轰炸摩托车队，将俄军打出了战场。总之，俄军摩托车冲锋队尽管攻击速度快、灵活高效，但由于缺乏基本防护，俄军士兵伤亡惊人。有消息说，普京昨日在视察给俄突击士兵提供的摩托车时，表情沮丧而凝重。那为什么不停战呢？至于南部战线扎波罗热州方向，乌军第65旅指挥官报告说，俄军3年来首次在扎波罗热战区全线进攻，他们的目标是抵达马里乌波尔公路，占领奥里西夫和卡缅斯克，并向科梅舒瓦哈推进。但最新战况显示，俄军在东部的马里尼夫卡和西部的卡姆扬斯凯附近使用小股步兵进行渗透作战，但未取得战术收益。赫尔松方向，俄第104空降师试图消灭第聂伯河左岸科林基桥头堡的乌军，双方爆发了激战，最后俄第104空降师遭到重创。据悉，该师属于新组建的部队，大多士兵没有实战经验，甚至不具备战场生存技能，与俄第76、第98以及第106空降师的伞兵有天壤之别。而乌军趁势东西两线同时推进，如乌军第40海防旅
在巩固了克林基阵地的同时，还收复了2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村庄，并缴获了10辆俄军补给车辆。又或是乌军第327海军陆战旅则解放了达赫涅定居点，并在村庄西部升起了国旗。克里米亚方向总部位于克里米亚的阿特什乌克兰游击队7月8日报告说，俄罗斯海军已将几乎所有俄海军舰艇从塞瓦斯托波尔的斯特列茨卡亚湾移出。如今，海湾中剩余的俄海军舰艇要么正在移动，要么躲藏起来。看起来，南线将要成为新的战场焦点。战争之外，随着俄乌战争的不断升级，欧洲也开始了更加积极的应对。据英国金融时报最新消息披露，欧洲最大的港口及荷兰的鹿特丹港正在为北约的军事物资预留码头，专门用来转运弹药，以准备同俄罗斯战斗。同时，该港还规划了和莫斯科开战后的后勤路线，并敦促欧盟储备石油、铜、锂等战略资源。此外，荷兰甚至计划在港口每年举行多次2期演练，随时保持战力，且要将附近的安特卫普港参与协调计划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洲大国中，德国的备战态度最为积极。据柏林方面的民调数据显示，已有61%的民众认识到战争最终可能会蔓延至德国本土，更有超过1/3的人口希望学习使用武器保护自己。目前已有大量的家庭开始在后院建造避难所。德国总理梅尔茨则是在上任前就在强调这种威胁，并推出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费预算。这意味着德国从上到下都开始了心理上的战争动员，而他们对乌克兰的军援也一直在加码，渐渐成为第一大援乌国。话说回来，德国的汉堡港也是北约的重要港口，在此之前同样做了类似的战争准备。与此同时，德国还和美国的卫星公司 Planet Labs 签署了合同，来为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鉴于年初白宫切断乌军情报的举动，基辅方面必须拥有更多不同的卫星系统，不能只依赖星链。除德国外，法国也在为乌军提供情报、武器装备。同时，在7月8日，法国外长让·诺埃尔·巴罗表示，欧盟正准备对俄罗斯实施3年来最严厉的制裁。新计划将针对俄罗斯的石油收入、金融结构以及在第三国的中介机构。由此可见，俄罗斯的命运已经注定。其在非洲、叙利亚、中东、高加索失去影响力后，欧洲已将俄罗斯视为唯一敌人。因此，即使俄军再不惜代价，也难以完成目标。甚至长期下去，苏联的结局可能会再次重演。中东地区，据路透社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公开宣称，俄罗斯准备向伊朗提供浓缩铀的技术支持，比如从德黑兰运出剩余的油，通过俄罗斯的企业对其进行加工后，再继续为伊朗的核设施提供能源。值得注意的是，拉夫罗夫坚称，这些浓缩铀将只能用于和平的核用途。不过，相关言论还是引发了极大争议。火力军也不明白俄罗斯这样的迷惑操作，他拿什么保证，又凭什么保证？要知道，不久前以色列才刚刚重击了伊朗的核设施，甚至美国也因此下场，还首次动用了 B2。现在半个月还没过去，俄罗斯就打算继续支持伊朗的核设施，这不显然是在打特朗普的脸吗？可能特朗普恢复对乌军援也有这部分原因在里面。以色列方面随后做出反应，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会面后达成默契，如果伊朗恢复核计划的话，他们将准备发起新一轮打击，且规模会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7月7日，内塔尼亚胡访问白宫，他与特朗普再次讨论了中东和平问题。首先是加沙地区，尽管特朗普向哈马斯提出60天停火协议，但最后关头，哈马斯在卡塔尔开始耍赖，试图争取一份更体面、更好的协议。因此，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卡塔尔的会谈，即使进入了第3轮，但仍未达成协议，这让特朗普很不耐烦。于是，在此次会谈中，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很快达成一致，同意继续加大对哈马斯的压力。特朗普特使维特科夫计划本周晚些时候前往多哈进行斡旋。如果仍无法达成协议，已经控制加沙80%区域的以军将继续推进，不再给哈马斯任何谈判的机会。加沙问题让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心情大好。在共进晚餐时，特朗普谦虚地表示，我认为未来我们只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内塔尼亚胡甚至还打算提名特朗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这显然很符合特朗普的胃口。而在讨论伊朗核问题时，特朗普明确表示，袭击伊朗的核设施时已对伊朗造成了沉重打击，目前已经安排与伊朗谈判，若是一切顺利，可能会在适当时机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特朗普还表示，希望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能够结束。而当谈到伊朗重启核计划时，内塔尼亚胡暗示准备实施潜在的军事行动，这一点得到了特朗普同意，必要时可以再次打击。至于伊朗政权更迭问题，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都认为
这是伊朗人民自己决定的事情，但他们也没有否决消灭哈梅内伊的想法。伊朗方面对于美国谈判的态度很复杂，先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断然否认有这种事情，紧接着伊朗外交部助理部长表示，伊朗收到美国信息，有兴趣恢复谈判，但伊朗副外长又表示，在恢复任何谈判之前必须重建信任，并强调美国对伊朗主权的侵犯是不可原谅的。而特朗普特使维特科夫坚称与伊朗的谈判即将开始，后续伊朗还会不会继续强硬，又是否会与特朗普达成协议还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以色列、美国的严密监视之下，伊朗未来再实施核计划将十分困难。据英国卫报披露，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库存已暴跌至满足全面作战计划所需水平的1/4。这一情况不仅直接冲击了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更是暴露出美国战备体系存在的重大问题。这两天我们也是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俄乌的态度又有反复，先是下令冻结军援，没2天又重启了军事援助。据多位知情官员透露，特朗普的这个反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军方对弹药供应不足的忧虑。暂停援助的决策来自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费恩伯格。五角大楼的内部追踪系统显示，自拜登政府开启大规模援乌以来，美国多项核心弹药的库存已连续数年低于最低备战水平。再加上今年中东局势的恶化，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了支持以色列拦截伊朗的弹道导弹，美军曾在卡塔尔的乌代德基地动用了近30枚爱国者导弹，使本已吃紧的爱国者库存进一步下探。考虑到一枚爱国者价格就高达420万美元，这30发爱国者打出去，马斯克开源节流的梦又泡汤了。然而玩笑归玩笑，美军如今问题的核心并非来自于武器的成本，而是美国国防工业空心化导致的严重产能短缺。目前美国每年仅能生产约600枚爱国者导弹，而仅伊朗一国就拥有超过1000枚弹道导弹，再加上1枚弹道导弹有时需要不止1发爱国者去拦截。这种消耗速度与生产能力之间的巨大鸿沟，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说是实打实的威胁。火力军认为，美国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简单的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而是作为全球霸权的根基，美国强大的国防工业出现了系统性的衰退。美国的供应链还没有从反恐战争的小打小闹转换为冷战模式的局部地区高强度、高烈度的对抗上来。特朗普这次政策的反复，背后反映的正是他美国优先的口号和履行全球盟友义务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和拉扯才是美国最大的敌人。近日，日本在其西南方向的军事部署再度强化，日本陆上自卫队于7月9日正式启用了位于九州佐贺机场旁的新军事基地，也就是所谓的佐贺屯驻地。据日媒报道，该基地未来将陆续进驻17架 V-22 鱼鹰以及约50架直升机，逐渐成为日本在其西南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兵力投送枢纽。根据防卫省的计划，这17架鱼鹰将在8月中旬前全部从原驻地完成转移。该基地的核心任务是为号称日本版海军陆战队的水陆机动团提供快速兵力投送能力，以执行所谓的离岛防卫任务。火力军认为，日本此举的战略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鱼鹰运输机虽然问题多多，但在不出毛病的情况下，兼具直升机的垂直起降灵活性与固定翼飞机的高速巡航能力，非常适合在岛屿密布的日本西南诸岛执行快速反应与兵力投送任务。而将基地设在九州的佐贺，既能保障后方相对安全，又能作为向冲绳乃至更远岛屿投送力量的战略跳板。其前沿部署、快速介入的思路十分明确。俄军的天竺葵无人机，火力军也报道过，近日乌克兰的天空上又出现了新的不速之客。根据最新曝光的残骸照片，俄罗斯已在战场上投入了一款名为天竺葵3的新型喷气式自杀无人机。这款自杀无人机基于伊朗见证者238设计，有喷气小摩托支撑。比起价格低廉的见证者136，见证者238速度更快，拦截更困难，能执行的任务也更多。与此前螺旋桨驱动、声音如同割草机的天竺葵2不同，天竺葵3换上了一颗微型涡轮喷气发动机，飞行时速超过500公里，末端俯冲时速更可突破700公里，对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构成了严峻挑战。防空机炮等低成本拦截手段在其面前几乎失效，这就迫使乌军不得不动用更昂贵的防空导弹进行拦截。而更有意思的其实是这款无人机的身世。这款喷气小摩托的核心来自于捷克的一款发动机的仿制品，生产商位于臭名昭著的俄罗斯电闸窝点阿拉布加经济特区，而整机更是万国造，不仅混合了俄制机体，甚至通过灰色供应链用上来自美国、加拿大和瑞士的零件。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特朗普是真的在恢复军援，还是以此在试探普京的态度？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